欢迎来到大家车评论 YYP 的长车评视频。这样一个华丽转身，就意味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这台仰望 U8 的首次动态性能的试驾。就刚才这个动作，是不是值得大家一键三连？先点起来，点关注，点赞。点完之后，我们就来讲讲这台比亚迪造车史上最牛的100万豪车到底怎么样。开始绕车讲解之前呢，我还是想简单几句话来交代一下仰望 U8 这台车它到底是什么来历啊？众所周知，比亚迪是我们当今中国乃至可能是全球市场的新能源车的一个老大啊，它的新能源车的累计产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了，超过特斯拉啊，在中国也是非常有江湖地位。那这么有江湖地位的企业，他们自然会想去冲高，去造一些更高端的产品。那比亚迪呢，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做仰望，就是他们的高端产品的产品线啊。这个仰望品牌的第一台车就是这台 U8， 接下来还会有一个 U9 是一台超跑，接下来据说还会有一个 U7 是一台3厢的轿车。那这个品牌它不仅是说堆料定位很高级其实它还有技术的非常强的一个加成，因为比亚迪在发布仰望的时候是首先发布技术，再去发布这个车型的，但是他们就发布了这个E4方的技术，就4轮4个独立电机，独立电机可以自己去控制，然后可以让车辆做出一些就像刚才大家看到那种原地掉头等等的动作。在这个基础上比亚迪再去打造产品就把技术跟产品结合到一块来，去定义未来的新能源世界的新的高端车。那这个思路呢，就跟以往中国品牌做的那些高端车很不一样了。以往其实比它贵的车也有比如说红旗500万的4销车型也做过，但是以往的中国的高端品牌并没有在技术上真正的领先于世界。但是仰望这台车比亚迪是想让它用技术去奠定高度，用技术去定义所谓的新生代的豪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打造一台整体的豪华高级的车。所以以上呢就是这台仰望 U8 的一个背景我们首先得搞清楚这台车它其实是技术驱动的，是有了E4方，有了这个4轮独立电机的技术之后，再去打造一个产品，这个产品要能跟它的技术能够相融合，包括在产品的形象上 ，U8 它是一台硬派越野车，所以在外形上你看得到它就是一台大大的方方正正的车当然这台车呢在外形设计上也有很多自己的思路像这个很密集的这个格栅，密集的这些灯。那我们其实在今年的4月份呢，我当时跟比亚迪的设计总监艾格有过一次交流，当时是这个仰望 U8 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我也拍了一条片子，所以在这里呢，我假定大家都看过那条片子，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回去找一下来看。我今天是不讲这个车的外观设计风格这些东西了，我讲一些功能性的，毕竟这2天我是开了这个车的。比如说这台车它的车灯旁边隆起的这个部分，其实我坐在驾驶位上看出来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左右两边是有2个隆起的，这2个隆起我这回没有晚上开，我不知道它晚上会不会发光但你是可以通过这2个隆起，可以很清晰的定位到这台车的左右两边的2个角然后底下这里呢是越野车的一些保护件，但它这个呢是塑料的。这台车还有一个玩家版，它前后杠呢会更加的硬核一些，更加的抗撞一些这个是它的豪华版本，就主要是城市用途。但是即便是这样，这台车它的前面的这些离地间隙都是非常高，然后这个接近角非常大。然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悬挂是调高了，因为这个地其实有点不平，我现在是用它的悬挂的自动调平功能把这个车给调平了，所以你现在看得到这台车在这边看是很高。然后轮圈是一个22寸的锻造轮圈，这个轮圈的样子非常漂亮然后轮胎呢275的宽度，可以选择2种不同的轮圈标配是22寸，还有一个20寸的，就轮圈小一点，轮胎厚一点，那个就是玩家版用来越野的。这个车也可以选 AT 胎。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黄灯这台车在低速我只要把
车灯亮起的时候，它前后2个黄灯都是亮的，有点像那种平行进口的美规车那样。那我问了工程师说，我说这个两侧亮2个黄灯在国内合法吗？他们也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答案。反正这回呢，我们在开的过程中观察这个灯，貌似它还是亮的哈。然后再往后看，就这个小块呢是激光雷达，这个车头顶上还有一个激光雷达啊，头顶总共有3个隆起，左右两边这个呢，目前来讲是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中间那个是激光雷达，这里左右两边翼子板也有激光雷达，然后后面这里有这个侧向的雷达，然后这个就是一装饰件，然后再来看。这个位置这一块呢是一块塑料板，下面呢是一个电动的脚踏板啊，这个很多豪华的 SUV 都会有。这个脚踏板是金属材质的，关上之后呢，它底下的这个部分也是金属的，所以它可以保护这个车门的下边缘哈，不会被一些大石头给撞到。那上面这些就是塑料件啊。这台车的尺寸我讲一下，长是5.32米。等一下，我们去后面看看为什么这么长。高是1.93米，现在因为悬挂升起来了一点，所以现在这个车高还不止1.93米。然后它的车宽是2.05米，应该是把这个后视镜收折的时候，那个宽度也算进去，2.05米哈，超过2米的车身宽度。然后整个车就是方方正正、平平直直的。这台车的车顶呢，你现在看得到它是非常平整的，是没有行李架的。实际上呢，它是留了3个卡扣，这3个卡扣呢可以自己再去加装这个行李架。然后按照法规呢，它只要留了卡扣，你就可以合法的加一个不高于30公分的一个行李架就可以了哈。然后再看这车有电吸门啊，电吸门是有的。然后这个侧窗非常的平整，这个是可以显示它的充电的这个充电的速度和它的程度。然后这里是油箱，那边呢是慢充和快充的充电口。来到后面呢，除了仰望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点点的这个尾灯以外哈，其实最关乎功能性的就是它这个备胎了。原厂挂着一个大的备胎在这，这是一个全尺寸备胎啊，所以这个备胎罩非常大。这个罩其实昨天我尝试过，想要把它掀开看看里面的备胎，也没那么容易。它这个底下有一个金属扣，要把金属扣解开，然后这里面呢还有卡扣，周围有一圈的卡扣，要把卡扣一个个掰开才能打开。我后来放弃了，反正你知道这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如果你要出去远行的话，这么大一个车，这么重的车，有个全尺寸备胎是很重要的，可以确保你在某个地方万一轮胎扎了，你还可以换一个备胎，还可以继续你的行程，不会受到太大的耽误。然后这个备胎罩因为它非常大哈，有多大呢？你看，差不多我目测有30几公分长。然后这个车的长度，刚才我说过了，5319的长度。那其实你把这个备胎拿掉之后，它这个车的钣金部分是不到5米长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在仰望 U87，你从远处看，尤其从前方开过来，你看不到后面这个备胎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一台特别长的车。虽然它轴距也很长哈，轴距是3.050，3米长的轴距。但是它的车身其实不显得长，显得比较紧凑一些。原因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个长度都在这个东西上，但你也不能把它拿掉哈，也不现实，因为它整个造型就是跟这个融为一体的。拿掉的话，这后面就会有一个坑。然后这里还有原厂的倒车影像摄像头是在这个位置的，所以你拿掉之后，倒车影像也没有了哈。那这个我觉得从造型来讲，应该还是很漂亮的哈，只是它从这个得房率，从占用空间来讲，确实占了很大的空间。然后我们看看底下吧，底下这个呢，是豪华版的，它的原厂的护杠，这也是个塑料件。如果是玩家版的话呢，这个护杠会更重型一点，会是金属，而且会有一个原厂自带的翻出来的一个电动挂钩。但这个豪华版它是没有这个挂钩的，这一点我有点想不明白。我昨天跟工程师研究了半天，我说这里能不能加挂钩，还有没有位置啊？他们说还得回去研究一下。对于这点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我自己会选豪华版，但是我也对这个脱钩有要求，因为你买了豪华版，你平时在城市里用，但是你还是会有机会周末可能拖个小房车或者拖个摩托车去远行，不是说非得买一个很硬核的越野版才需要脱钩去远行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无论如何，厂家应该在后期想想怎么把原厂这个脱钩给加回去，因为原厂有脱钩，这个车才可以无障碍的去申请它的拖挂资质。不然申请起来会有一些麻烦。好了，我都走到这边了，大家来看看这个门是怎么开的啊？它门把手是在这啊，这个门呢就是从右往左这样打开。关于这种侧开门的 SUV， 到底应该
右往左还是左往右呢？众说纷纭，有很多种说法。我是比较赞成仰望 U8现在这个做法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靠右行的国家，我们停车也是靠右边停的。停了车之后，你要在人行道这边往车上装东西啊，这样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你不用走出马路去，是吧？就这样往上面搬东西。但也有人说，因为我们的司机是在左边的，所以每次我们司机位要下来要打开这个门拿东西，这样就比较麻烦。如果你把车停在一个小路上，这个小路是靠墙的，你停车停得离墙很近，那这时候你这边又停着一台车，你如果想要这样过来拿东西，可能你就拿不了了。如果朝那边开的话呢，就会比较方便。你看我把这些事情优缺点都展开来，大家可以自行去判断。实际上有很多的设计就没有绝对的好坏的，最终都是一个取舍，看看我们到底更看重怎么样的功能和场景。打开了这个尾门来看一下这个空间表现，整个尾箱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相当好用的，方方正正，很高很宽。这个尾箱目测比奔驰大 G 的那个尾箱要大出很多哈，但是这个地台挺高的，做了2级的高度，这也很正常，因为这种硬派越野车它底下那个底盘呢，这个车还有双电机啊什么的，就非常复杂的。然后打开这个底板呢，其实没有什么很惊喜的储物空间啊，就一个方格啊，可以放点小东西。然后这边也没什么惊喜，这边是一个180瓦12伏的插座。然后这边呢机关比较多哈，这边首先底下这里有一个电源插座啊，2口的、3口的都有，2.2千瓦，220伏，可以在外面接一些露营的东西。然后这个上面呢就真正精彩的部分了，这是后排座椅的电动的调节。然后这个底下呢有一个悬架的便捷装卸的功能，你按的话呢，这个悬架会降低啊。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控制座椅的，我们可以从后面，你看看后面这个座椅，可以从后面来控制它的靠背的倾斜角度，还有头枕也是电动的哈。你看头枕也是电动升降，然后还有一键的放倒，我按一下，好，这2个座椅就开始它的放倒的动作了。这个放倒非常的精彩哈，一会儿我们可以在前面中间看一下。你看现在它好像没有动一样，它现在在干嘛呢？其实它现在是在这里，它的坐垫先往前翻，这是全电动的，然后靠背再徐徐的往前倒。然后前面的座椅如果有太厚的话，也会自动的往前去到一个可以让这个坐垫往前翻的位置。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好处就是这一块可以放得特别平。你再过来这边看，一个完全全平180度的尾箱空间啊，这个完全可以在上面睡觉了。我可以睡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这种带电的新能源 SUV 的露营是它的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嘛，你可以在车上用电来露营。你看这个长度啊，而且这个尾箱够高啊，然后我在这里睡，完全 OK 啊，就是我觉得。你看我1.7米嘛，我觉得你如果是1.8米的，你斜着睡都可以。2个1.7米的人可以在这里直接睡觉过一晚上，所以这个是非常赞。一个硬派越野车有大梁的，可以把这个后座的座椅放到这么平的，非常非常少见。而且它这个后排座椅啊，不是一般简陋的后排座椅啊，它是一张拥有很高配置、乘坐感非常好的后排座椅。所以我们去看一看这台车它的车厢的高级感做得如何啊？在去车厢之前，我还是想说说这个门啊，就我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其实是整个仰望 U8的车厢，我个人最不满意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块太没设计感了，材质倒是很到位了，这是一大片皮啦，还有打孔啦。这里打孔干嘛呢？哈，这里又不用通风，然后这里就是一块木，这上面就是这个绒面，就是这样的设计，缺了一些东西，缺了一些生活的情趣。我觉得在这里做一些储物格啊，或者放把铲子啊，放点装饰的东西会更好。但现在这个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它这个里面其实藏了一个电控的开关按钮啊。在里面可以按这个，可以把这个尾门推开的。然后这个尾门呢，它也没有电动开关的功能，因为这种但凡挂着一个大备胎的尾门，它本身有很大的重量，你要它电开关是很难的。但它现在这根液压杆呢，是可以让它停在任何一个位置，你放开手，它门是不会轻易被风吹动或者自己去开关的啊。
在野外用的时候是没问题，但是每次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用力把它关上。在仪表板上有一个按键可以把这个门解锁打开，但打开之后呢，你不能再摁一下让它关上，这是它跟一般的 SUV 那种有电动开关的尾门最大的不同，所以你不要随便在前面去解锁开它。然后关的时候呢，你可以轻轻把它合上就行了，因为这个尾门也是有电吸门的，所以你出去玩到到处都是灰的时候，你不用咣一下然后搞自己一身灰。好了，我们去看看这台车的车厢。我们上驾驶位，大家看到我的整个动作其实很轻松啦。虽然这个车牛高马大的，但是上下车还是很方便。然后上来之后视野也相当好，刚才我讲过了，我可以看到前面引擎盖的2个灯的凸起，我整个引擎盖其实都能看得见。然后进来看看这个车厢的整体设计。刚才我们讲尾门的时候讲到了设计感这个词啊，其实这也是围绕着仰望 U8，自从它这个内饰亮相之后，大家争议或者争论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这样的车厢到底谈不谈得上漂亮，到底算不算是很有设计感？如果设计感仅有跟无之分，我们不说是高和下或者美和丑，我们仅说有跟无，那我可以说仰望 U8这个车厢设计感绝对是有的，它有很独特的自己的整个设计思想。你看它这个环绕式的座舱，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很明显整个造型是把我环绕住的。然后坐到副驾去呢，副驾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环绕的一个造型，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左右对称的双环抱式的造型。然后它的中控屏呢是一个弧形的凸面的屏幕。这个也是非常少见的。现在大家说大鱼屏哈，有些合资品牌他们用那种凹的一个弧形的大鱼屏，凹面的，但是仰望 U8 用的这个是一个凸面屏，而且这个凸面呢是跟仪表台的整个造型相融合，成为一个像流水瀑布一样这样的形状。这设计师说的，说营造的是那种瀑布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也算是结合了科技技术和设计思维的出来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车前面看得到它有3块屏，中间这个是12.8英寸，不算特别大的一个屏。然后左右两边的驾驶的这个仪表屏和副驾这个屏呢，其实如果按照对角线来讲，它是非常大的，有23寸的对角线。但你看这个屏幕呢，它又很低调的放在那，它面积很大，但是它会融在这个车厢的整体这些皮料的设计里。像这个屏，其实它整面这个边上是直接到里面是一个方块的屏幕，但是它这个造型就把这个屏的一角给遮住。空调出风口很有意思啊，几个立在上面啊，这个也成为了整个车在视觉上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视觉元素。这个元素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商榷的。如果把这个拿掉，可能这个车厢会更整洁，也不是说不能拿掉。拿掉，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哈，在这个缝这里做一个隐藏式的出风口，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这个你可以理解成设计师就要在这个车上去树立它的个性。那同样有个性的，还包括它很多的这些立体的这种造型。这台车的车厢其实立体感非常强，你看中间这2个扶手。很多的硬派越野车都会设这种扶手，因为它要考虑你在越野的时候可能颠簸啊。但是这台车它扶手跟这个整个车厢的造型融合的其实相当好的，很漂亮，既有功能性，也有一些造型上的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吧。然后在用料方面呢，其实这台仰望 U8 是做足了功夫的。这个车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皮料啊。这个上面整个仪表台的上半部，连这些空调出风口的顶上都是有一块皮的。然后这个顶棚呢是鸡皮，就是这种翻毛皮的材料，整个顶棚都是哈，一直去到尾箱都是翻毛皮。然后往下这种摸起来手感很好的皮呢，全部是纳帕皮，而且它的缝线也比较考究，缝线的做工是相当好，非常一丝不苟。但我会觉得这台车它的缝线其实还不够花样，就缝的有点简单了哈。如果有一些双缝线或者有一些交叉，就有一些再考究一点的缝线，可能精致感会更强。然后这台车的木料非常非常考究哈，我们能看到木料的其实总共就是3个地方，一个是中控台的这个手机的无线快充底座的周围有一圈的这个木料，这个木料中间是没有分割的，所以它其实是一大块这么大块的木料，这么大块，然后在里面抠出2个洞来放杯座和放这个手机充电座。然后门板这里也有一块木，这块木的面积也非常大哈，有整个门这么长，有这么长
这么高的一块木，然后再根据这个门板的造型去做一些挖坑啊，做一点这种弯曲。这个木是来自非洲的沙比利木，是一种原木。这个车的特点就在于它用了3块面积非常大的原木，这个原木不是拼接的，就是这么大一块木所以据说成本啊、工艺啊都比较考究，但出来的效果可能有一些见仁见智。因为我看这台车呢，它的内饰是一种他们叫橙黑配饰，就是偏向于有点像爱马仕橙，但是它没有理想那个爱马仕橙那么的喧哗，它这个橙色是稍微淡一点、淡雅一点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好看，有点像阿斯顿马丁用的那种橙色，但这个橙色的皮再配上这个也是偏橙色调的木呢，其实两者搭在一起有点缺少搭配，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这木本身它有很漂亮的原木的这种纹路，而且每一块木纹都是不一样的。我就看我现在试的这台车，左边门、右边门还有中间的这块木，它的木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台仰望 U8 它的木纹都会有它自己的个性在里面材料没得说，但从色彩搭配来讲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橙色我也能接受，但是橙色配这个木配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两者的高级感都有点欠缺，没有这种相互产生化学作用。这台车目前已知的内饰颜色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浅灰的皮质配上深色的木纹板。我看到了照片，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布可能大家在看到我们这条片的时候呢应该临近上市了，应该会有更多的官方图片可以看得到。除了木跟皮之外呢，这个车还有不少的金属的装饰，像方向盘上面的这个39点的控制的区域还有一些旋钮还有一些按钮还有车窗的控制按键这些都是有哑光的金属装饰，整体的质感都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说整个车厢有哪个材料我不太满意呢，就是它这个塑料面板。这台车有3个地方有3块很大的塑料面板一个是在这就中控台顶上瀑布的顶端，这里有一个哑光的塑料面板，加上一点亮光的条。这个从设计到材质感觉都不是很亮眼，而且这块东西是你开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有点不知道设计师到底想表达什么。那还有一个就是两边车门这里有一整块的很大面积的这个亮光的塑料面板这块如果能做成一个音响喇叭，或者说就做精致一点，一个让人摸起来很喜欢去摸它的材质，可能那种满足感会更强。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这地方是不是可以做电子后视镜因为它有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如果把外面的那么大的后视镜取掉，把这里换成电子后视镜，左右两边门，那就是很棒棒的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好，既然说到电子后视镜，我们就来说说这台车的人体工学了。我们就从左边说到右边先说这个后视镜。这台车后视镜是方形的，很大一个，很高所以它上下的视野非常好。然后中间有一个通的地方，是你可以看出去，看得到左拐的时候道路的一些情况，所以它盲区没有那么大。其实这个后视镜本身是比较挡视野的，但是它中间抠了这么一个空档之后呢，这个视野又得到了很好的缓解。这个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音响喇叭，也是鼓起来的，这也有一点点挡视野。但是这台车因为它是方方正正的，所以你转弯的时候，其实身体只要这样稍微移一移立马就可以把这个路看得比较通透。方向盘的直径其实是不大不小，并没有因为它是一台很大的车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方向盘。这个方向盘其实转动的圈数很多这台车最左到最右转动的圈数是整整3圈，其实比3圈还多出一点点所以你是经常要去转很多圈的。但这个方向盘转起来非常丝滑，尺寸也不大，所以好评。特别的地方呢是这个方向盘的下面这2个辐条呢做了2个很大的滚轮这2个滚轮呢你可以用上手指或者下手指去滚它。然后中文写着左边是模式，右边是越野一目了然了。左边就是驾驶模式经济运动舒适，很快的可以这样切换。右边这个呢就是越野模式就是它的沙地、泥地雪地等等这些模式所以这2个旋钮其实拨起来还是相当方便。然后这个上面呢还做了2个拨片，上面写着智驾左边右边写的字是一样的，都写着智驾。暂时来讲是不知道这2个拨片是怎么用的其实按是按得动的，是按得动的。我相信是增减车速但是它本身这里又有一个自驾的旋钮，所以暂时来讲我不知道这2个具体是怎么玩可能有待日后去开发。然后这台车的
车窗非常的简单，后视镜都是最传统的做法，但是这个车窗的按键做得非常有设计感啊。这个我们一会给个特写给大家看一下，很立体，很有设计感。然后更常用的车灯啊、座椅啊、驾驶模式的切换呢，是在屏幕的左边这里有一列的按钮 ，EV 的模式，然后车灯的开关、座椅的记忆设定，还有 Auto Hold 啊。然后 HUD 的开关都在左边这一列，这一列其实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然后我们再来看中控台了。中控台呢，首先我想看看这个车它的实体按键是集中在底部的2列的实体按键。这边呢是车机的开关，然后空调的开关，车窗的快速除雾啊，这3个是常用的。然后这云辇呢，就是这台车的云辇 P 的悬挂系统，进来之后就有云辇悬挂系统的一个操作界面。然后这个是自动泊车的按钮，这回按它是没有反应的啊，自动泊车即将开放没开放。然后1/4这个就是意式方的，关于原地掉头啊，还有一些越野模式也是快捷进入。然后这个下面还有一列拨杆式的旋钮，这个是跟越野相关的，前差速锁、后差速锁。然后这边是悬挂的升高降低按钮，还有ESP 动态稳定系统的开关。然后中间这里呢有启动停止按键，这个是用来上电和下电的。但是这台车呢，它已经做到跟所有的新能源车一样，你上车带着钥匙直接就可以挂低档走人，走的时候呢直接拿着钥匙走锁车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上电下电的开关呢，只有在你有些特殊用途的时候，露营啊什么的时候去用它，平时你可以不去拨它。然后再往后看呢，就是2个手机的摆放的位置，这2个都是有50瓦的快充，而且它是在里面去做散热的。它没有做2个什么物理的那种吹风口，它直接在这个板的下面就可以做散热，所以手机放在上面呢，基本上也不会说太热啊。然后再往下就是普普通通的杯座，再往后这里就有乾坤了，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扶手箱啊，打开这里有一个密封的门，摁一下看看里面啊，看到了吗？这是我们放饮料的，这是一个冰箱，这是一个真的冰箱，它是有压缩机的，有100多瓦的功率。好，我这里都已经起冰了，你看到吗？因为我今天把它调到了-6度，它可以调-6度和正6度，我里面的水都已经结冰了。这是一个正经的可以制冰的一个冰格，对于我们去长途穿越、去沙漠、去远行，无论是喝水啊、放冰淇淋，还是说放一些急救的冰啊，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啊。当然，这个箱子本身它也可以制热啊，它的控制是在中控台屏幕这里的，所以这个非常赞。这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储物空间。那看完下面呢，再抬头看一下上面。首先中间这个部分呢比较简单啊，眼镜盒，然后天窗的开关，这都是要按下去的，都不是用手来滑的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这车不是那种特别前卫的设计啊。遮阳板啊，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它是一个很大块的遮阳板啊，有这个梳妆镜。然后这个遮阳板是2块的，这边打到旁边呢，前面还有1块可以打下来。因为我们开这种车肯定是去诗和远方哈，去那种高原地区，太阳很低的啊，有时候那个太阳会直照你的眼睛，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去挡光啊，这是很好的设计，非常赞，而且做工也很棒。那说到做工呢，我们再看一个小细节，就是它这个拉手，这个拉手呢是整个皮的上面有缝线的这一块下面这块塑料，但这里有个金属，有个皮，有没有记得啊？考一下科代表，有没有记得我说过，看一个车是普通的豪华车还是一台奢华型汽车，就看它这个拉手。除了塑料模具之外，有没有在做一些皮啊、金属的特别的加工？那它这个拉手呢，应该说70%就是做了这种皮和金属的加工，所以仰望 U8 可以算得上是70%的一台奢华型汽车。总之这个细节还做得很到位哈。然后再说一下体验吧我们来讲讲这个车机。其实这回这个版本呢，厂家也没有说是不是最终的版本，但是我们看这个屏幕呢，首先从观感来看，我觉得它的触感，你看这种车的渲染的这种动作是非常快的它的芯片也是个很新的芯片，厂家说暂时不多说这个芯片，反正它是比8155这些更新的芯片。所有的这些菜单切换啊、流畅度啊，这些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地图的这种缩放的流畅度也都非常好。相比这个触控反应呢，我个人觉得不够好的是它这个屏幕的对比度
啊，我们已经把它调到最亮了，但感觉就是亮的地方不是很亮，暗的地方呢也不是很暗，就它的旁边这些黑边跟这个屏幕本身的物理黑边还是会有一些色差啊，加上下面这道常用的这道按钮，它总共有3种黑色在这里，看到吗？就感觉就不是很精致了。它其实已经是一个 OLED 的屏幕，按理说这种 OLED 的屏幕呢是可以把黑做得很黑的，但现在这个屏幕没有做出这种效果来。好，我们看看这个屏幕里面的一些基础功能哈，总体的功能其实很好理解的。这下面的一个横杠就是你常用的一些功能啊，可以自己在这上面去做一些调节、位置调节、设定，然后车门锁啊，还有快速的车辆的功能啊，车窗的开关、后视镜的打开、展开、关闭、日行灯、儿童锁啊、星空顶都可以在这里控制。然后回来这里呢是意式方的调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玩的那个原地掉头啊，直接在这里进入原地跳头的菜单，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动态演示给大家看。然后旁边这一列就是越野的驾驶模式选项，然后设置这里呢还有一个敏捷转向，这些我们一会儿都会试给大家看的。然后再往下呢是座椅和空调的菜单啊，这台车的座椅呢可以用软件菜单来控制，一次过啊一键打开全车的通风或者加热啊，然后按摩呢它也是很厉害的按摩，这个车的座椅有14点的按摩，我这个驾驶位就连大腿都是有按摩的那个点哈，可以在大腿给你按摩，这个是很难得的。有很多车它的座椅按摩仅限于腰部或者肩部，但是这台车是大腿直到我接近膝盖这个位置，它都有这个按摩的触点，总共14个触点，也有什么热石按摩，座椅的调节，它的腿托这里是可以单独调节的，随动座椅。这个功能可以在这个车转弯的时候呢，让这个座椅的外侧突然有一个充气出来，把你的身体给拖住啊！这个功能也很明显，我也一直在用这个功能，就转一个左弯，因为这个车其实侧倾有点大的，转一个左弯，它右边的座椅就一下隆起，把你这样拖住。那平时呢，直行的时候它又会张开，让你的身体可以自由的活动啊！这个是顶级的奔驰才会有的功能啊，在奔驰上你要花很多钱去选装的啊。然后再过来呢，就是空调，这车的空调是4区空调，前后左右都是独立控制，而且这里是电控的出风口嘛，可以扫风，可以对人吹、避人吹。比较少见的是它的左右两边的风量是可以独立调节的啊，这个功能对我来讲太有用了。我老婆就特别不喜欢被空调对着吹，她喜欢调的最小的风量，但是我又怕热，我是喜欢调比较大的风量。大部分的车虽然它有左右独立的温度控制，但是风量只有一个拉条可以控制，而这台车是左右2个独立的拉条。空调菜单再往右呢，就是它的设置菜单，这个部分呢，其实跟比亚迪家族其他的车大同小异啊。然后这个设置里头呢，其实有很多的功能的，底盘啊、灯光啊、舒适用车啊、冰箱啊，你看冰箱这里，它可以设置制冷和制热，可以设置-6度到+6度，可以设置延迟断电。啊，设置之后呢，你可以在下车离车之后，依然让这个冰箱工作，最长呢可以有，我看看，应该有12个小时，没错。你离车之后，冰箱还可以继续制冷12个小时，然后还有抬头显示啊、仪表啊、座舱感知、疲劳感应啊、空调门锁、智能提醒、流媒体后视镜、电动踏板的开关，还有这个拖拽功能啊。说到拖拽功能，我要讲一讲哈，就你看到这张图啊，仰望 U8是拖着一个房车，但是这部车因为它本身行驶证上面的重量应该就是3.5吨重，而我们现在最新的 C6 驾照的那个拖挂的法规呢，规定我们乘用车的拖挂最高的总重量是不能超过4.5吨，所以用仰望 U8 来拖你的挂车，无论你是房车也好，是拖摩托车也好，是拖一个小艇也好，你的重量不能超过1吨，就你后面拖的东西重量不能超1吨。不是说这个车没能力拖，这个车它的公告上面写的它的拖拽质量是2.5吨重，它们可以轻松拖2.5吨的东西，但是法律就只让它拖1吨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矛盾的地方吧啊，可能对于本身自重这么大的车来讲，它拖挂在我们现行的法规下其实是有一些劣势的。好了，再看最后这个右下角的，就是比亚迪车机生态里一直有的一些开放的生态，可以装哔哩哔哩，可以装各种的浏览器啊，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些像丹拿之声，这是音响的设定的界面啊，所有的音乐的音源，还有音响的音效的设置，然后这里云辇系统的设置等等这些
基本上把车辆的功能和一些开放的生态都放到这个里头了。好了，关于人体工学就说到这了，然后豪华的地方也都说了。这个是一个流媒体的后视镜这个后视镜你可以关掉，它其实是有正常的后面的物理视野的。这台车后窗虽然被那个备胎挡掉了1/3的样子，但是总体上你正常开，就算不开流媒体后视镜，后方的视野也还是能够看到后方的车辆的。好，最后带一嘴这个副驾屏，副驾屏就是正常的副驾屏的功能了，可以看导航，可以看各种的多媒体的娱乐。然后这个副驾屏是有防偷窥功能的，所以我在我这边斜着看，根本看不到这上面有什么在副驾这边看还是挺清晰的，这个大小看片也都足够了。然后这个下面的是它的储物箱。好了，去后座之前呢，最后说一说这台车它的语音和音响。语音呢是喊你好仰望，我在，打开座椅通风，座椅通风已开启。它的特点呢就是这把女声很成熟，很好听，很知性的声音，应该也跟这个车的车主群体的年龄段也是比较吻合的然后这个语音是可以连续30秒、60秒或者90秒不退出，这样连续呼唤它的。它现在一直在聆听我先把它取消掉。好了，第二点就是音响。这台车的音响呢，用的是丹拿的顶级系列，叫做证据系列 Evidence。它这个音响上面写的是 Evidence， 其实这个是丹拿的最顶尖的系列，所有的喇叭都是丹拿原厂做的喇叭，不是贴牌的。我在这个车上听了它的音响效果，1级棒，非常好，完全对得起100万的身价。无论你坐在车上的任何一个位置，你都可以把音场定位到那个位置，包括后排听音乐效果都是非常非常棒。那既然说到后排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车的后座的表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上这个后座的这里有一个拉手，拉住，然后左脚踩着踏板，其实很轻松就上来了，我觉得比上很多 MPV 都要轻松。然后我关这个门的时候想起一件事，刚才我说这个车有3块大面积的木头，其实不是3块，是5块，因为后座还有2块，也是很大面积的然后这个后门的门板也是非常有设计感的，你看这个喇叭，这整个门把手的这种造型，这台车其实从造型设计感上，它真的是不欠缺。然后材质坐到后座上，依然感觉到被这各种的皮木还有这个翻毛皮给笼罩着。然后头枕，这也是软软的，有个 Alcantara 的头枕在这里。然后这个座椅呢，本身的空间，你看我的腿平的地台，伸脚，这个前面的座椅底下这个高度做得很够，所以你穿很大的鞋也可以伸进去，所以腿部空间、脚部空间其实都是很够的。然后座椅本身是电调的，可以有一个很大幅度的靠背角度的调整可以调得很斜，而且调整的按钮呢就在座椅的边上，非常简单好用就在这里。包括这个座椅的翻折，刚才我们看尾箱的那个一键翻折也可以在这里操作。然后这里呢是一键按摩的功能。这个座椅你看它这么有功能性，它可以翻折起来，但是它本身里面也内藏了10点的按摩，前后左右4个座位都有加热按摩通风，可以说是一切平全。然后在这个后面呢，也可以有自己的独享的屏幕全车4个人有4块屏幕，这屏幕可以用来看多媒体可以用来看片，可以控制座椅的通风功能，可以控制音效，可以控制这个喇叭音响的一些效果。然后在中间这里再打下来呢，还有第几块屏幕我都忘了前面1、2、3、4、5、6 6。这个解锁之后呢，可以直接在这里控制多媒体的播放也可以控制车辆的一些功能，气氛灯天窗遮阳帘是在这里控制的。然后空调也是在这里控制左右两边分区，风量也是分区的。这个车4个座位的风量都可以自己调，这个真是很绝这个屏幕其实功能很强，但我稍微不满意的就是当我躺在这的时候，这个屏幕有点看不清楚。如果它能够稍稍有个倾角起来，让我看得见就好了。这个有时候阳光强的时候有点看不见除了这1、2、3、4、5、6之外，还有第7块屏幕在这里。这前面还有一块屏幕可以快速的去控制一下风量。为什么明明中间这个屏幕可以控制，前面还要有一个呢？因为你有时候要坐5个人嘛，坐了5个人之后，你不用把这个打下来，你又可以在这里控制空调。真的就是不惜工本这个也是左右独立的，只要他想到的他都给你做了，他根本不给你省钱。然后空调出风口中间有，侧面也有，然后音响喇叭天空喇叭上面前面有，
这个后面这里也有，然后语音的控制的麦克风前面有，这后面这里也有，在后面这里你一样可以用语音去控制一些功能。然后它4个座位的多媒体的声道是独立的，你可以在这里去控制你的看的片子的音量啊，只有你这个位置能听得见啊，其他地方当然它也能听见，但是它之间是不会说你开了它就关掉了，这样它彼此之间是独立控制的哈。所以整个后座的氛围和体验，其实我是相当满意的。包括这里你看，还有杯座，这个打开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托盘，也是一个快充，然后这里有 U 口和 C 口的充电口，这里还有 U 口 C 口的充电口。你看这些细节做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这车细节，包括中间座也是很平，头枕也很到位。如果真要我挑啊，我唯一挑到的一点啊，唯一一点呢，就是这个车左边这个位置很宽大，所以我在系安全带的时候呢，这个安全带扣呢，它放的比较靠中间。如果这时候中间也坐了一个朋友的话呢，我试过，他坐在这的时候，我在这边系安全带呢，我的手要伸到他的屁股去哈，这可能会导致一点点的误会。就这样了，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挑剔的。好了，我们讲完这个车厢了。无论这台车它的整体给你的感觉氛围如何，其实最重要的是它要营造高级感。这种高级感不只来自于用料，不只来自于配置，还有它的性能。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会去驾驶这台车。这回的驾驶呢，其实也相对特别啊，因为是首次的动态试驾，厂家是安排了一个试车场给我们去体验这个车所有的这些特殊的关于电驱的性能。所以我们试车不是那么自由，厂家安排什么项目我们就试什么项目。我们首先去项目试驾的部分，走。这个原地掉头呢是这样激活的哈，直接在这里按这个1/4的这个按钮或者1/4方这个按钮，按了之后呢，很简单，左上就有一个原地掉头，然后就会切到360的界面，有一个圆盘，这圆盘呢你就用手去点它，你想车头掉完头之后朝向哪个啊？比如说我们想朝向后面这块板，我们就直接朝到后面这个板啊，你也可以朝这一边转，朝这边转就是朝左边啊，逆时针的转动，这边就是顺时针转动。你也可以转一圈这样过来啊，如果我这样转的话，它就会转一整圈，是吧？啊，如果我其实一般来讲我要指这里，我可以逆时针的哈，就这样选。像我们现在要对准那个牌，我们就往这边转，然后低、中、高3种速度，低速转一圈1分钟，中速转一圈40秒，高速转一圈30秒啊，这个是柏油路上面的啊。它还有这个野外场景呢，就是在越野路面上，你可以选择这个顺时针、逆时针，它就可以一直转啊。就低辅着力的话，它的转动会更快。然后好，回到这里，我们就来这样转过来对着这个牌，然后我们用中速吧，开始啊。这时候我已经挂了低档了，它只是要求我松开刹车就可以了。然后它会显示轮子的转速啊，这边在向后转，这边在向前转，啊，车就在转动了。好，快到目标了，停下来，停这一下还是很快的啊。好，方向盘全程是直的，方向盘不会说动来动去的。OK， 就是这么操作了，还是很快的，不需要说一大堆很复杂的流程。其实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个轮子印来，过来看看这里，它前后轮肯定有一点点差别的那个轨迹啊，但是这个轨迹的偏差，你看，最多就是这么多了，是吧？而且这个车你看它的造型，它前面这也是短的，后面是长一点的，然后它在转的时候，它是2个轮子中心在转。所以你不要车头太贴近那个障碍物了，车头太贴近，它有可能那个车尾这里突出的地方就会扫到那个障碍物。当然你可以在那个屏幕上面，那个360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好了，好玩的功能，然后最后再看一下轮胎的磨损啊，其实还好了，就不是说很快就会把整个轮胎磨废掉这种功能，你当然不能天天用哈。就有时候车实在被困住了，或者说在特殊的地方你想要快速掉头的时候再用。我觉得我买了这个车，我会经常用这个功能。好。
下面这个功能呢叫做敏捷转向，其实就是让这个车可以在更小的转弯半径里头去完成一个转弯啊。具体在车机里头是有一个敏捷转向的开关的。我现在先关掉这个功能啊，就是没有这个功能之下，再来看看这台车它正常一把掉头的这个转弯半径。好，现在我把方向打死，怠速来过这个弯哈，打死了，你看得到。好，基本上它是过不去的哈。这个车在这种状态下，它的转弯半径大概是12米多哈，12.5米左右，需要倒一把再开出来。好，下面我会在车机上把这个敏捷转向给打开，很简单哈，点一下。现在就打开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是这个位置，方向打死，怠速，留意一下这回这个车的转弯半径哈，车头是可以拐过来的。好，这个功能它是怎么实现的呢？留意一下，它后轮并没有转向啊，它并不像现在很多大车那样用4轮转向，它用的其实还是这个意式方的电机，用左右两边不同的转速去实现。要转这个左弯的话呢，我们右边的车轮转快一点，就可以让这个车子更大幅度的去转弯。而且它的设置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你不需要在车机里去调出来什么功能，你只要把方向盘一把打死，打到这个死角的位置，维持住，一直拉住它，它就会激活电机去用这个敏捷转向功能。如果你方向盘没有打到死角呢，它是不会激活的。这里仪表上还有一个 ASA 哈，这个 ASA 它亮起并且闪动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电机在帮助这个车转向了。你看，现在很窄的地方啊，如果我的方向不打死的话，其实这时候电机是不工作的。但是我一打死，拉住它 ，ASA 在闪，也没有什么异样的噪音，它就这样很窄的转过来了。这个功能我觉得它的应用场景肯定是比我们刚才的那个原地掉头要更多，因为原地掉头你可能在一些商场的停车场或者地下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地面的时候，你是不能用那个功能的，它有可能在人家停车场的地平漆上面留下一个黑印，人家会找你麻烦的。但是这个功能呢，它可以轻轻的动用一下意式方的能力，来让这个车呢稍微转一个更急的弯啊，这个在平时我们就日常家里的车库比较窄的直角弯都可以用。厂家给出的数据大概就是最小的在地面很好、抓地力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做到11米左右啊，比没有这个功能的车整个转弯的直径嘛，要缩短了1米多啊，还是比较明显的。下面这个功能呢，叫做露营调频啊，它是关于云辇披这个悬架的一个特别的能力。我们呢会把车开上一个不平的位置，前面会有一个凸起，会把这个车的车头、前轮一个车轮给顶起来哈。来，这是厂家做了一个金属台上去，好。那现在顶起来了哈 ，OK。然后这个时候车是不平的嘛？大家有没有在车上睡觉的经验？如果你停在一个不是很平的坡上，你晚上那个觉真的是怎么睡怎么不安稳，因为你的身体会往一边会滚。然后这个车现在就有这么一个功能哈，可以直接激活露营调频，就在车机上按这个云辇披，找到这个露营调频，好 P 档它就开始调了。我现在右边明显在开始起来。然后，那现在车头又下去了一点，因为车头刚才是高的嘛。现在我感觉到右后轮又起来一点，好，车头现在又下去一点，可以看得到这个车辆的一些侧倾的参数哈。这是左右侧倾，现在1点几度，前后侧倾是0.5度，啊，它这两个数据不断的在趋向于0，你看不断在调，不断在调。它4个轮子现在是在联动的工作，它不是单独的把一个前轮缩进去，不是这么简单的哈。好，无限接近0，调频完成，露营时光已启用。这个功能其实相当好用，对于我这种玩房车的经常在野外停车睡觉的人来讲，如果你要在这个车上睡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功能。只要你把这个车身调平了之后，你再熄火下车，无论多长时间，这个车都是保持水平的状态啊，是个好功能啊。
好了，吃过午饭哈，这个项目是100公里加速，给了一个很短的距离啊，我以为要搞一条很长的跑道，结果张工这么有信心啊。然后打个招呼，大家应该见过他。对，我们要什么模式啊？竞速模式。14方这里竞速模式。然后车上现在是5个人哈，现在不是测数据，5个人，但我们仪器也会打开，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车多重，净重3.5吨，再加5个成年人，再加350公斤嘛，差不多哈，3.85吨、3.9吨重就行了，对，什么都不用。然后我们就踩住刹车，踩住油门。好，空调我也不关哈，竞速模式，记得弹射，左脚刹车到底，右脚油门到底，松。哇，它会摆哦！哇，它左右两边会摆，正常吗？这个摆动？这个不一定是正常的，是吧？是要适应一下。是因为车上人太多了，还是什么？会载荷有一些。3.99秒，他们的那个快的成绩是1个人做出来的。对，1个人。啊，那我就1个人。好，下面我们1个人把我1个人留在车上，我再刷一个数据哈。来，把你们放下。好，下面把人都赶下车了哈，直接我自己来一次。这回这个流程做足，先把空调关了，然后14方。准备来了哈，竞速模式，好，憋，起，起，3.56秒，哇，我知道为什么这个车会有一点摆动了？因为它4个电机同时转嘛，那同时它那个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时候方向你还是要控住。头一次5个人的时候，我是没有怎么控方向，我有点放方向，因为以前开着车100公里加速，你方向不用怎么施力的，但这台车在100公里加速这种全力加速的过程中，你手还是要稍稍要感知一下这个车它要去哪里，你要稍微稳一下方向，因为它那个力实在是太大了，可能每个车轮都在地面上都有一些滑动哈，这些滑动叠加起来、累加起来，它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车会有一点点方向失稳的，但你方向稍稍揪一下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要等待180秒才能做下一次的弹射。今天场地没有什么风，但是气温很高，外面应该体感有个33、34度，然后胎温现在也在40度左右。我们来再做一次，看看胎温起来了以后抓地力会不会比刚才好一点。来，关空调，准备。啊，还是3.52秒。哇，这一次我感觉我跟这个车在方向上更有默契了啊！就是你要抓稳方向，其实它不会偏的。这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我坐在上面的时候，这个车总重应该有接近3.6吨了，3.6吨的庞然大物，这么高大威猛、方形的一个东西，100公里3.5秒实测，牛逼的，牛的，3.52，越来越快了。会越来越快吗？应该是在第3、4把应该会出。哦，这样是吧？对对对，胎温起来了是吧？对，应该会。这把的抓地力明显比刚才要好了。要好。对，因为刚才其实第一把我们坐5个人的时候，那时候轮胎是凉的，就抓地力就没那么好。OK， 再来一次。哎呀，这趟是快的，但是我没关那个窗，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趟其实是快的，3.53啊，非常稳定。怎么这么稳定啊？这个直接是 V-Box 的数据啊，是非常精确的。这个仪器的精确度一点都不用怀疑，但是连续做了3次，这个成绩都非常稳定，说明它这个系统工作很稳定。忘记关窗了，开着窗做的。353，哦，那差不多。
对，其实应该如果关了，稍微比刚才那个快一点点，很稳定哦，这车。好了，不错啊，这个加速平时用不着，但是它在竞速模式的时候呢，起步的时候呢，它的车头会稍稍下沉，悬挂会控制车头下沉，尾巴翘起来一点，然后再加速的时候，正好这个车就平的，然后它的4个车轮就可以有更稳定的抓地力。3D 模式，就离地最高的就是这个模式了。我们在这个上面可以选择一个蠕行模式过，啊，就自动过，蠕行就自动过。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用这个就是超速锁。蠕行的话，它就完全靠4个电机对自己的牵引力去控制，是吧？对。如果不用蠕行，就可以上超速锁。对，感觉会不太一样，是吧？对，感觉不一样。那我们2个都试一下，好吧？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关掉蠕行，然后关超速锁，自己再控油门。3种方式。对，3种方式。OK， 那我们干脆先什么都不用哈，原始模式这个应该是最难的。对，是吧？对，那我们还是先用傻瓜一点的，先用蠕行来上，然后我们开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蠕行能调车速吗？可以调的，可以调的。哎，就是在这那边上面显示一个车速。哦，在这。对，那个可以往上。最慢是2公里。对，最慢是2公里。对，最快是12啊，最慢是2。很好，2公里就很慢的了。对。但是其实整个过程中2公里的话，其实速度也不慢，是吧？对，主观感受不太慢。那我们让它来自己走吧，哈，就这个速度蠕行。这时候就是这个车身的扎实程度，悬挂的扎实程度。哇，用这个模式就很傻瓜。是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出它是怎么工作的就过了。啊，一般做这种交叉轴还能感觉到，哎，现在是前轮悬空，现在是后轮发力什么的，这个蠕行模式完全没有感觉到。这回我是自己用油门来控制哈。那像这种我就能很清晰感觉到啊，我现在在用右前轮和左后轮的动力。好，左前轮现在是悬空，然后慢慢下去，好，慢慢掉下去。右后轮也有抓地力了，啊，这个电机很顺哦，很顺滑，我能感觉。一点那个制动的感觉，一点那种 ESP 工作或者电子差速锁工作感觉都没有。那我们下面上差速锁，也是2边同速转动的，是吧？对，同轴同速。是的。所以现在去看它的话，应该腾空的车轮还是会转动的。对，会转动，就不会停住了。对。啊，车的方向控制会有点不一样。用了差速锁之后，那个感觉机械感强一点。是的。就是野蛮一点，那个车那个力来的野蛮一点，野蛮一些。刚才那个不用差速锁的情况下，好像它的控制更加精密一点。对。这个是50的高度啊，50的高度在交叉轴里头呢，属于中高水平，不是最高啊，最高有到60的。那刚才我在开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悬挂它腾空在砸下去的时候，
它比我以前试过的大部分的车都要来得柔和，就那砸下去那一下的动态相当柔和。所以我现在呢让工程师来开，我在外面看一下，我看看它的悬挂的行程，它拉伸的动作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因为有时候在车里面你觉得太轻松了，我们在车外看一下，接近角完全够啊，还有大把，然后后轮离地了。这个位置前轮往下走了，好，前轮离地了，它也没有完全锁止这个车呢，就这样砸下去这一下，很柔和啊，你看，轮胎本身胎壁不是很硬啊。好，现在后面离地，前面是最上，后面是最下，你看这个行程差别就是这么大了。其实你看它这个位置的离地间隙，这个车应该还可以过60的交叉轴，它车肚子离这个还有很大的空间，你看，很轻松。我觉得它这个柔和的感觉应该跟2个事情有关啊。第一个就是悬挂系统还是能够控制它的上下的拉伸，跟这个车身的速度关联起来，用一个最合适的频率、最合适的速度去控制上下拉伸。第二个就是这台车，你看它过这个交叉轴的时候，它的明显的重量的分配啊，车轮的4角的那个轴荷分配，比那些传统的燃油的大 SUV， 像前面装一个大 V8 的，它可能车头很重，所以车头会砸下去。但是这个车过的时候，明显你感觉它4个轮子是比较均衡的重量，虽然它本身很重，自重很重，但是它4个轮很均衡，所以它过的时候没有那种突然啪的一下砸下去的那种感觉。下面我们会做一个100公里到0的刹车啊，看看这个庞然大物它的刹车姿态怎么样。来，提起来，好，过百了，来，1、2、3，急刹。来，1、2、3，急刹。哇，很稳啊！就它的姿态，它不是说砰瞬间下沉的，它是渐进的下沉，然后一直维持住，到最后砰很稳的停住。这个应该是云辇 P 的功劳哈，在你很重的刹车一下去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到有刹车力了，但是这时候车头并没有瞬间的下沉，它的下沉是比一般车的感觉要缓慢一点的，你是能感觉到车头有点往前冲，但是这个动作是来得比较渐进的，有一个渐进渐力的过程。我不知道这样对它的刹车距离会不会有缩短的帮助，但从人的感觉来讲，那一下急刹车一跺下去的感觉就没有那么难受，不会说一跺然后所有人啪，然后这个安全带狠狠把你拉住，没有那种很暴力或者很刺激的感觉，或者很难受的感觉。这个车是渐进的建立的。再来做一次，这回我用到了运动模式啊，悬挂应该会比刚才更低一点。来，预备，刹！啊，很稳，好，不错的。其实今天这个试驾车它的轮胎不在最佳状态，因为这台车是我们刚才做加速测试做那个过交叉轴的轮胎啊，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轮胎状况肯定不好，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去读这个刹车距离的数据。但从姿态来讲哈，在这一类大车里头，它的刹车的过程中这个姿态肯定属于是相当好的。下面这个环节来到试验场的颠簸路段啊，我先把它放到舒适模式，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会走各种的颠簸地形啊，试验场里面常见的这种，你看搓板路啊，现在走这个搓板路呢是双重搓板啊，首先左右两边忽高忽低的啊，左边高的时候右边低，而且我们行驶在这个车道上呢，它还是一个碎石的粗糙路面，所以双重考验啊，一个是考验这个悬挂的拉伸啊，阻尼的控制，这么大一个车，你看我现在时速带起来啊，15公里啊，它并没有说晃到就越晃越大。然后还有就是细微震动、细碎震动的过滤，因为地面这些都是小砖块啊，都是
比较粗糙的路面，方向盘很轻松。这层方向盘最左到最右呢有3圈之多哈，3圈还多出一点点，所以它的比例其实不快的。你看啊，掉个头要打挺多的圈数啊，但是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路面有一些冲击上来的时候，它不容易传到你的手里。然后现在是比利时路，这个主要是考验这台车的震动的这种粗糙水平，还行啊。这台车是22寸轮圈的，但它那个马牌轮胎的胎壁是比较软的。然后现在走的这一段精彩了，这段正弦波就是波浪路，但是这个波浪路呢，我感觉这个车是很平稳的。在这段波浪路上，这台车它的云辇披的这个悬挂对于车身前后跳动的控制是最明显的，它基本上可以让这个车身保持水平。你看我再来一次，这是快一点，时速30公里过这个波浪路，你看明明是波浪路，但是我现在整体上这个车是平的，你看我都开到40公里了。其实我有点在验证我能不能买这个版本的轮圈，因为大家知道我其实比较痛恨大轮圈薄胎啊，尤其对于讲求舒适性的车来讲，我希望用后胎它的行驶品质会好。但是这台仰望它这个22寸轮圈实在是太帅了，所以我是倾向于就选这个22寸。那我现在走下来感觉这台车震动还是有些直接的，而且这个粗搓板路，底盘的滤震和隔音做的是很好啊，但是在一些大的这种粗糙的这种大石块路的时候呢，就还是会感觉有些麻，有些细碎震动它是滤不了的。好，下面呢我会用到运动模式哈，直接方向盘旁边这个大转盘切个运动模式啊。这时候呢，这台车整体的刚性是会变运动一些，但是工程师跟我说，他们不是说简单的啊从刚性软变成刚性硬，它其实是无极控制的。运动模式它也会去考量舒适性，所以你看我过这个波浪路的时候，运动模式它同样是可以一松一放，可以保持这个车是水平的啊。再来这个粗糙路面啊，这一下感觉是比刚才要硬一些了，比舒适模式明显这个细碎震动的传递要更多，你也可以说是路感更加丰富，路感更加的直接。但是工程师就很强调说，他们这一套的液力的悬挂系统不是简单的说啊舒适就是软啊运动就是硬，它其实在这个之间会根据你的工况去自适应的做一些调整。就你舒适模式它也可以保持操控的时候的安稳性，然后运动模式它也会保持突如其来的这种减速带啊颠簸的时候的那种该有的松弛感。你看现在运动模式我上这个波浪路了，也还是比较平的哈，总体上车身还是平，但是我确实现在感觉到，尤其是后悬挂，它弹上来的那个力要强一些，就阻尼确实是比舒适模式要大一些，能感觉得出来哈。这套东西还挺复杂的，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软一个硬的这种差别啊。最后再过一下我们日常最常遇到的减速带，慢慢过看看。没问题，这个减速带还是会让你觉得这是个高级车的我很在意这个的。如果每天进出小区过条减速带都会让你觉得这个车悬挂调得不够好的话，那这个100万花的感觉就不爽了。好了，场地的环节呢就告此一段落，就是刚才那些测试环节了。没错，大家最想看的、万众期待的那个应急浮水功能啊，这回我们没有试，因为厂家其实另外做了一次活动，把大家带到了一个专业的测试场，那边是有一个大水池的。但我们这回这个测试场呢是做动态测试，正常的动态测试它不会给你搞个水池在那里哈。那这台仰望 U8 呢，其实应急浮水只是它的一个可以做到的很特别的功能。它为什么要做那个功能呢？主要还是它想发挥这个E四方4轮独立电机这套系统的极限的这种潜能啊！这个系统除了可以在公路上我们刚才看到的4个车轮一起发力的时候有很强的加速，那不同方向发力的时候呢，可以不同方向的旋转啊，甚至可以控制车辆的一些动态。它甚至可以在水里面通过这种不同方向的旋转和精密的控制呢，让这个车在水里面利用这个流体力学的原理，在水里可以动起来啊！这些都是E四方这套系统
它的一些潜力。比亚迪费了很大的技术的投入包括这个整车的这种密封啊、防水啊、悬挂的开发呀，使得这台车它可以发挥出意四方的各种的想象力，让这些想象力可以成为现实这是从工程层面来讲比亚迪的工程师在这台车上做了很多的挑战和突破，并且拿出来了一个量产的成品来。那当然，你买了这个车呢，你也不会成天的去做100公里加速，成天过交叉轴，或者成天的找个水池开进去，这不可能的。所以我其实这回来试车呢，我会更看重这台车日常开上手的表现。像我们今天这试车的第2天了，我们专门来到了一个森林公园里面，这里面有一些正常的就像旅游景区的那种2车道的小路因为这个车它现在还不能上路，我们就在这个公园的封闭路况里面绕了好几圈，感受一下这台车日常路况的驾驶。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开上这台仰望 U8 的头几分钟的感觉，包括昨天在场地上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台高级车，这个是没骗人的，就它真的一开上来，你一开动它，开5米、开10米，它的那种动力的畅顺程度，整车的安静感，转向的那种细腻程度还有你扭动转向的时候，车身跟随方向盘的那种摆动的那种姿态和频率，那就是高级车的感觉。就你如果开的高级车足够多，我本人也不是说开特别高级的车很多的劳斯莱斯、宾利这些也就是1年试几次，几年试一次。但是我觉得这台仰望 U8结合我今天开了更多的路况之后，我觉得它的高级感，我想给大家一些横向的对比是高于奔驰 GLS、宝马 X7 或者奥迪 Q7 这一类的车，但是没到劳斯莱斯库里南的那个水平它的压马路的这种感觉其实有一点点像劳斯莱斯，因为它底盘是很精密，然后这个车总体上感觉比较高、比较重，然后底盘日常开它是一种比较柔和的感觉，滤震是柔和的，然后大的起伏的时候车身总体是柔软的所以这种感觉其实有一点点像劳斯莱斯的风格我仅仅是说在调教风格上有点像劳斯莱斯，但是它的静谧感和底盘的细腻度是不如劳斯莱斯那然后这部车开起来呢，你其实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开太快它的侧倾还是会比较明显。我们昨天在道路上我也试过时速80、100公里的时候做一些紧急一点的变道，它的车身的那种晃动还是比较大的。用到运动模式稍微会好一些，支撑会好一些，但总体上这个车在高速的时候还是不适宜做一些太过于刺激的动作，或者你就太粗暴的去开它，那这个车晃动会很大。这就得说到仰望 U8 的一个本质的特性，就这是一台硬派越野车，它是高级豪华，但它的本质是硬派越野车，而且是一台很重很重的硬派越野车。有多重呢其实昨天我们在场地上说了一下了，这个车公告的重量是3.4几吨，然后如果加上5个成年人的重量一加上去呢，就是3.9几吨，你奔着4吨去了。在马路上其实你看到一个2吨重的车就已经比80%的其他的小轿车都要重了，那我们这台车如果坐满人是奔着4吨去，就比2吨重的车还要重出1倍来这种重量它真的会影响你的驾驶感受你是不能忽略这种重量的。你在过弯的时候，你快一点去打方向，这个车就会，你看，就会告诉你侧倾了，侧倾了，我是个大车，我是个很重的车。还有就是刹车，虽然昨天我在场地里头说这个车刹车姿态真的是控制的不错，一个3.5吨重的车，我在刹车的那时候整个过程中，我是感觉不到它有那么大的重量的，但是毕竟这个就是物理定律，3.5吨重的车，它的刹车距离我相信是很难说做到什么33米35米这种这么优秀的水平的。这回我们没测数据，但是我觉得这台车它刹车如果能做到37、38米就已经是很优秀的了这个还需要轮胎，还需要制动系统的整体的配合。那所以这部车它是大的，它是重的。你要了解它这个物理特性之后，你再了解它的定位、它的类别，它是一台硬派越野车，只是它非常高级、非常豪华，它有大梁它离地间隙也很高所以你在开它的时候
你就像开一个硬派越野车那样去开它，你就能享受它的高级感。你千万不要像开一个公路越野车，甚至开一个性能车这样，你说我100公里3秒多，我性能车我干你，我看到谁要干谁。不行，在这个车上你不要这么开它，这个车其实应该用优雅的方式去开。从这一点来讲，我倒觉得这个车驾驶的心情有点像开库里南，就你不会做任何的胡作非为的事情，你就去享受它这种高级感，它这种特有的所有的机械设计都是为了呈现一种高级丝滑，同时又有强大性能的感觉。你有很强的底气，但你不需要无时无刻去释放出来。它的动力你肯定是不用担心的，4个电机每个的额定功率220千瓦，加起来880千瓦这个车100公里加速已经证明了这个电机是有多厉害，有多强大。日常开呢你就放在 EV 模式呢，它就可以很轻快的就是非常轻快、安静、轻快的这样把速度可以提起来它的电门调教也是很顺滑的，在这个舒适模式或者经济模式底下就可以做到那种很顺滑的感觉。然后在运动模式呢，这台车它的爆发力呢也可以做到足以让这个很重的车身出现这种抬头就给一脚油头抬一下。其实这个抬头它也控制得很不错，没有那种头一撞向头枕的感觉，但是它足以让这个车身出现抬头。续航能力上呢，这台车的电池是49度电 ，CLTC 公布出来是180公里的纯电续航，我觉得即便打个折，真实来使用开的激烈一点开140、150公里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你也可以加油行驶嘛，加上油之后，它的综合的续航是超过1000公里穿越这些也都不成问题。然后当你的电不够用的时候呢，它会介入增程器来工作，但这时候这台车依然是电驱，因为它是一台纯增程的车，它是没有发动机直驱任何一个车轮的，所以即便增程器在工作，其实这台车它的电机依然可以瞬间发挥出足够你用的动力。它未必能瞬间发挥出880千瓦，但是200-300千瓦就已经足够让你去超个车去提速，所以这么强大的增程器是完全可以应付这台车，别说日常了，可能就连一些沙漠穿越那种场景它都是可以应付，因为这个增程器它也有200千瓦的动力，它的发电的能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它的增程器在启动的时候你几乎也感觉不到，就从乘客的角度几乎是听不见，从司机的角度呢，你是能够感觉你踩下电门的时候，增程器的转速会有一点变化，那个细的那种低沉的声音你能听到一点，但还是抑制的相当好，不存在什么增程器启动的震动噪声那种滋扰是没有的。上面说的这些是总体的驾驶感受其实我相信这部车在日常环境里开应该会挺不错的。其实这回试驾呢，项目是多了，但是路况还是比较单一包括今天的这个道路试驾，也就是一个森林公园里面的双车道速度也没提得很快，但我相信这台车在日常城市道路的使用体验应该是不错的。虽然它车身那么高那么大，车宽也超过2.05米但是它毕竟有一些很特别的优势。你看，比如说转弯半径很小，是吧？你看我现在就在用这个敏捷转向功能，你看打死了，转弯半径就是这么小，然后它滤震又那么舒服，整车又那么安静。开高速长途的时候，全车的人坐在车厢里面的那种静谧感，那种享受，看出去的视野，坐得高高在上一览众车小的感觉，我觉得这些都会共同造就一个很高级的日常体验。所以就回到我对这台车的总体的一个印象，就是高级。确实比亚迪是造了一台高级车，仰望这台车就是一台比亚迪的最高级的车你可以这么理解，就中国品牌过去做一些抠性价比的车、卷性价比的车，他们就是戴着手铐、戴着脚链在跳舞，就是负重前行。现在呢，给你100万，让你造一台100万的车，你能造到什么程度那把这些重量通通一甩开之后，哇，所有东西都往最高级、最好的、最先进的方向去做出来，就是现在这部车带给我的这个感受，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实际的体验、真实的体验，我是会认可这是一台高级车。但整个系统的体验呢，结合昨天的一些场地测试项目下来我觉得工程师肯定还要继续去完善这台车。
包括在100公里加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轮胎有点抓不住地，所以这个车方向会有一点摆动因为这么重的车嘛，是吧？3吨多重的车，你靠这个4条马牌275的轮胎来抓住，还要推它3.5秒的加速，那这个可能轮胎在地面的这个摩擦也确实是压力非常大。那还有就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狠一脚油门下去的时候，那种突然矢量介入，然后这个车突然电机帮你转弯，那个感觉跟别的车也很不一样，那个感觉也要适应一下。我不知道这些感受是这台车的特有的特点呢，还是说他们其实可以进一步的去优化整个系统的工作的这种畅顺度啊，这种安稳性啊，使得它可以对驾驶者更加的友好这些都是留给工程师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个E4方这个4电机，包括云辇披的整套悬挂，这些对于比亚迪是新的，对于整个业界其实都是新的。这么新的东西，你要选择它，你享受它带来的那种让你意想不到的出其不意的性能之余，你可能也要多少要接纳一下它需要一个完善进化的过程所以买这个车你心态也得放好了，你要陪着它一起去进化可能在这个车交付之后，还会不断的去做一些这种性能的调试提升我相信这也是买了这台车跟你买一个很成熟的什么升级功能都没有的洋品牌豪华车一个很大的差别。选择这个车，你就是选择了当下一个很新很高级的一种豪华车的体验是一种新世代的豪华车的体验。好，最后交代2句这回试驾没能触及的一些方面一个是能耗。我看到这台车它在正常的这种慢悠悠的开的时候，它的电耗呢大概是24-25度电每100公里，用纯电模式。然后亏电的油耗我没有办法去试，这回没有跑什么长途，所以也不知道这个车综合的能耗表现，长途的能耗表现是怎么样。然后智能驾驶是我们这回完全没有触达的部分这个车方向盘上面有这个智能驾驶的按钮在车机里我也看得到它是有辅助变道的功能的，但是现在这个车明显是没有开通的，因为这个按钮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且在这回厂家给我们的媒体沟通资料里头呢，半句媒体自驾的部分，这可能留到日后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车在今年底交付的时候，它的自驾会到一个什么水平。再来呢，就是更多的场景体验，比如说它的那个露营功能，它的原地发电，这个车它的增程器可以原地发电功率达到30千瓦，就每小时可以发30度的电，它的电池才49度电。也就是说停在这里1个半小时，它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电池给充满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我现在也不好说，也想找机会能够真实在一些场景里面去体验不用等很久，因为我订的那个车呢，现在说交付时间是今年的12月。我上面说到的这些功能，到我们的车拿到之后呢，我会用量产车再来验证给大家看。好了，这个仰望 U8 的车评拍到这里，大家看到这里应该时长也比较感人的啦。其实我要说说背景我们试这个车是在它正式上市前的几天，我也是头一次真正摸到这个实车，真正坐进它的车厢里，真正把这个车开起来开的时间也就是2天的时间，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把我所感知到的很多的细节想要跟大家分享透彻了，因为我真的很想各位通过看 OIP 的视频能够了解仰望 U8 是一台怎么样的车，能够了解我们中国品牌比亚迪造车造到一台顶级车，它做了哪些的努力，包括它的底盘系统，包括它车厢里面的那些设计、做工、配置等等。因为这台车真的能够代表我们中国现在造车的一个，我不用最字，但是真的就是现在的一个高水准。不只是比亚迪品牌，也包括整个中国品牌全方位的进步。因为我屈指一算这个车它竟然是过去2个月以来我开到的第3台中国品牌的独立4电机车型了。另外还有2台，一个是猛士917，一个是极氪001的 FR 版本，这个已经是第3台了。这3个车都是量产车，都是落地可售的。所以你说我们中国品牌是不是走在了新能源车时代的一个领先位置呢？其实绝对的领先，全方位的领先不敢说，但至少在产品的创新，在产品的体验，在量产车的步伐上，
中国品牌现在真的是相当牛的，这也让我们这些评车的人，也包括我作为一个真实的消费者，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很雀跃。一方面是这台车它的体验、它的性能真的是有很多出彩的地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中国车，它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国车，是我们中国人积累的技术，再用我们自己的创造去打造出来的，能够放在全球都可以拿得出手，可以作为谈资的一个高端的产品。所以我不只试这台车，我也很希望接下来作为它的车主去体验一下，我们开一台中国品牌的100万级高端车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体验。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对于这样的产品，对于我们这么长的视频，大家是不是应该一键3连，鼓励鼓励，这是不可少的。好，谢谢大家。我们来一个华丽的离场，好。支持中国品牌，支持 YYP， 谢谢大家，一键3连哦。这是这台车，因为不是正式交付的版本啊，所以我在它上面呢还是找到了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完善的地方。你看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尾门关门的一个限位块，这是一个金属的，因为它要足够的强度嘛，就顶住这里的。但是这个限位块做的实在是有些不修边幅哈，那螺丝都外露。那我给他们提了意见，我说这块东西应该做的有设计感一点，或者把它包起来。然后同样的后面你看底下那个电机有一个罩。这个罩也是这个螺丝，你看外露的，上面还点了这个蓝漆。这个罩明显跟底盘其他部分就有点格格不入啊，就类似这样的很细微的小小的不够完善的地方，其实这台车我给他们提了大概有3、4个啊，但是具体我就不展开说了，因为工程师都说，希望努力抓紧哈，在这个上市之前这2个月看看能不能再修正一下，到时候我提到车之后，我再跟大家讲讲他们有没有修正。别走别走，还有彩蛋！这个彩蛋真的是一个蛋啊，就这个蛋。这个呢是仰望 U8 的车钥匙，做的就是一个蛋形，而且这个蛋好重啊，很有分量啊。它有多重呢？它基本上跟我的手机一样重啊，就很坠手的感觉。而且你看它这个整个工艺哈，就这种深色镀铬的这种面料，跟我这个华为手机这个贝壳是不是挺像的？这个工艺很像哈。曾经有传说，有人问比亚迪为什么你们不做手机？比亚迪说我们有做手机啊，华为手机就是我们做的。我不知道现在华为手机还是不是找比亚迪代工，但是这2个东西无论从重量、从质感上都竟然如此的相近，有点充满遐想啊。